林凤娇，我要你血债血还！啊！贫道林凤娇为了替两个徒弟背锅，惹怒了大师兄。原本我解决任老爷父子后一战成名，通过关系坐上了天地银行的大班。本以为手下的两个徒弟会安心干活，等年底赚了钱，我给他们娶个师娘。可没想到7月14这天，文才闹起了幺蛾子。他知道自己长得矮，先去占位子看戏。占什么位子？今天晚上戏是唱给鬼听的吗？唉。我立刻带着秋生去救文才。师傅，你看文才一个人在这看着多开心呢，什么唱给鬼听的？你骗鬼啊！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没开眼看过鬼？开完眼后，秋生惊讶不已。最后那4个鬼差引起了秋生的注意，我只好给他做科普。鬼差负责押解这些无主孤魂，看完戏就把他们带下去。哦，眼看一个丑鬼靠近文才，我急忙给秋生绑上红绳，嘱咐道：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，你一定要假装听不到看不到。你抓住文才，我就会趁红绳把你们给引出来。记住，红绳子千万不能断，断出怎么样？你就回老家了。起初秋生还假装什么也看不到，可那个漂亮女鬼只是一个眼神就把秋生的魂勾走了。我急忙用红绳提醒，可没想到臭小子直接解开了绳子。女鬼不停暗示两人自己是被后面那4个坏人抓来的，两个臭小子居然胆大包天，对鬼差下手。鬼差躺下了，快跑啊！快跑啊！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站出来替他们擦屁股，而两人却跑到外面跟女鬼约会。如果你以后想见我，你就叫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我就会出来了。哦。黑白菜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菜。叫我啊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走了啊。他走了，回去吧。师傅要骂的。等两人回来的时候，恰好赶上我跟鬼差谈判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下忘记了，你们是鬼差，不懂人话。怎么样？师兄，师傅怎么会说鬼话？闭上嘴，听人说嘛。听鬼说。谈判结束以后，我就开始搬救兵。我跟鬼差约定，只要在7月14过完之前，将逃走的孤魂野鬼全部抓回来，再给他们烧几个小目标的纸钱，就不再追究。靠我自己自然做不到，于是就召集了茅山派的同门。各位师兄弟，现在鬼全跑出来了，不把他们抓下去，会到处闹鬼，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。但是要抓这么多鬼，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。师兄，这件事还是等剑叔来了再决定吧。这么多人打他一个，他老几啊？对啊，老几啊？没大没小的。我的师兄就是你们师伯。大师伯。很快，大师兄就来了。大师兄性格古怪，当年在师傅那里学艺的时候，我只是顶撞过他2句，就记恨到现在。如今我的徒弟犯了错，他自然要羞辱一番。这件事是谁搞出来的？是我2个不成才的徒弟，文才、秋生。什么叫做不成才呀？师傅，也就是蠢，或者是笨，或者是驴，再不就是白痴。是我2个徒弟一时大意。教徒无方，难道就凭大意就可以推卸了？你今天请我来，是不是叫我帮你扛这个担子？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准备用先天八卦阵收这些鬼。既然你们全都商量好了，还请我来干什么呢？大师兄有什么高见？先天八卦阵。就先天八卦阵。确定好方案以后，就让秋生和人才用骗鬼吃豆腐的方法，把孤魂野鬼引到大阵中。随后我们便各显神通，开始收鬼。心狠手辣的大师兄却打得他们魂飞魄散。我本来想劝他积点阴德，省得连累下一代，可大师兄却越打越来劲。幸运的是，我们的计划很成功。
除了被大师兄打爆的都抓住了。次日一早，我就开始给鬼差烧纸钱，东西全都烧完了，生活还要继续。镇上的首富任老爷请我帮他父亲迁坟，起初我的心理价位是5块大洋，可秋生却擅自报价500个大洋。师弟，没想到你比我狠，我才不过要10个大洋。哦，就这样，好好的生意白白让给大师兄。就在此时，我发现师兄的徒弟拔了任小姐的头发。师兄，小心点，你徒弟心术不正。大师兄也教训徒弟：你开什么玩笑？要搞走远点。随后，石小坚真的来到了没人的荒郊野外。荒山野岭的，这里够远的了吧？秋生和文才为了弄清他在搞什么鬼，一路尾随。此时才发现，原来石小坚是想用灵魂出窍的方法为所欲为。嫉恶如仇的秋生和文才立刻召唤出了小丽。秋生和小丽去追石小坚的魂魄，阻止他为所欲为，而文才留下来把他的肉身藏起来。可不出意外，意外发生了。文才在路上遇到了野狗，石小坚的肉身也被野狗叼走。石小坚回来以后找不到肉身，变成了孤魂。2个兔崽子知道自己闯祸了，就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我一听大惊失色，恐怕大师兄会来寻仇。于是我让2人赶紧去找石小坚的肉身，而我留下来替他招魂。幸运的是，他的魂魄并未消散，只是变得浑浑噩噩。不像我家吗？这是你姥姥家。你不是我姥姥，我是你爷爷，你是我孙子。孙子，进去吧。等到2个徒弟找回肉身后，我把石小坚的魂魄一起还给了大师兄。大师兄提出让我们寻找棺材君，替石小坚补身。我知道其中有诈，刚要拒绝，就给秋生答应下来。说起这个棺材君也不简单，这里呢叫做棺材山，也叫僵尸林。本来这里是贼窝，可是那些贼被人出卖，结果他们全都被杀了，所以这些贼是死不瞑目。他们满怀怨恨而变成了僵尸。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个强盗头子了，也就是僵尸王。他的尸体困在棺材里面，堵着一口冤气上了喉咙，形成菌一样。这口冤气在他的嘴里面进进出出，这就是所谓的棺材菌了。给2个徒弟科普完，就让他们去开僵尸王的棺材。本来今天没有月亮，僵尸不会苏醒，可是大师兄却在关键时刻施法，改天换地，驱散了乌云。僵尸林里的僵尸全部醒了过来。我见2个徒弟有危险，立刻折出蝙蝠挡住了这里的月光，随后搓出一个月亮来吸引僵尸。2个徒弟趁机成功拿到了棺材君。大师兄自然不能善罢甘休，再次施法唤醒了僵尸王。大师兄见到自己的杰作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而我自然不能看着2个徒弟变成僵尸，于是便使出了我的秘密武器。就这样，我们成功带回了棺材君。可是大师兄要的并不是棺材君，而是想把我们师徒留在僵尸林。眼看我们离开，大师兄就利用18条阴年阴月阴日出生人的性命，将石小坚炼制成了尸妖。次日一早，就在我逛街的时候，发现大街上摆着18具尸体，恰好此时石小坚经过，秋生才说出了实情。他已经被野狗咬烂了。现在才说。为了确定心中的猜想，我就让秋生过去试探，戳他的阳穴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这下可以确定，刚刚的18个人就是石小坚干的。他想要继续维持现在的样子，就要继续害人。于是我回去熬制了专门对付尸妖的百宝汤。可秋生文才这2个笨蛋本来想让石小坚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形，奈何他们一直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成功。眼看2个徒弟不是尸妖的对手，我只好亲自动手。石小坚看见我后急忙想回逃，可刚追进门，我就听到了不该听到的事情。爹，我好难过。爹，下一秒，大师兄直接大义灭亲，我也无话可说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。回去以后，我就用公鸡给2个徒弟做了替身，让他俩跑路。果然，
大师兄再次用天雷复活石小坚，这次他已经没有灵智，只想着复仇。两个徒弟刚跑出不远，就遇到了石小坚。幸亏我给他俩做的替身起了作用，可大师兄感应到以后非常气愤。只见大师兄手掐法诀，让方圆百里的尸体全部变成了丧尸。秋生和文才只能向回跑。此时我正在院子里布置法阵，眼看两人回来，我只好强装镇定。师傅，没事吧？我不是叫你们有多远走多远的吗？已经走得够远的了。喂，你看师傅的样子多镇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你们自己看看。师傅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进去弄一点东西，你们先顶一阵子。一阵子是多久啊？就是一阵子吧。师兄怕什么？你跟师傅多有把握。果然，两人就顶了3分钟，我只好用刚画好的灵符来对付丧尸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大师兄居然招来这么多丧尸，根本打不完。于是我想起了有钱能使鬼推磨。把这个丧尸弄中下去，这多少钱？哇塞，4000万两！哎，先开张期票，等他们收了丧尸再说吧。操，真他妈真！你说什么？怎么？去！哦，你说脏话！清理完丧尸后，就轮到尸妖石小坚了。我知道他有大师兄的雷电加持，不好对付，于是就设置了陷阱。可两个兔崽子却把我给吊了起来。危急时刻，还是一直暗恋我的女鬼小丽出来救我。疯子，有没有吓着你啊？谁让你多管闲事的？走开！救命啊！秋生，你们到中间啊！随后，我又以秋生作为诱饵，发动机关困住了石小坚。为了不让石妖继续害人，我请出祖师拂尘，直接将石小坚打爆。看到儿子彻底没救了，大师兄发了怒，只见他一个闪现就来到我的对面。大师兄，我还算是你师兄吗？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时间临放交，我要你血债血还！大师兄的外号是雷电法王，一手雷电术打得我们师徒根本没有还手之力。很快我就发现墙上的八卦镜居然能反弹雷电，于是就招呼大家将八卦镜挡在身前。果然，大师兄在施展雷电术的时候被反弹。就这样，大师兄自食其果，这次可能是我为两个徒弟背的最大的一个锅。而一旁的女鬼小丽更是要以身相许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。我们下期见。